解读 A 股，去说美股，畅谈港股。欢迎来到知乎者也说财经的频道。美股方面，近期影响市场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随着暴风雪席卷美国东北部地区，投资者愈发担心持续的寒冷天气可能会影响德克萨斯州的油气供应，增加用作取暖燃料的能源产品需求，从而加剧全球原油市场的紧张局面。二，美国1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46.7万人，远超预期的15万人，为去年10月以来最大增幅，前值为19.9万人。美国休闲和酒店业、专业和服务业、零售贸易、交通运输和仓储行业的就业岗位录得增加。尽管就业数据表现意外强劲并大超预期，但也对美联储货币政策进一步构成影响，投资者仍在权衡两者利弊。对于市场来说，就业数据完全与美联储政策挂钩，在周五数据中，新增就业人数和薪资增长都令市场意外，这将令美联储保持在今年3月开始加息，以及今年至少加息4次的轨道上。国际原油实际生产能力不足，已经成为当前原油市场的最大担忧。由于 ESG 的担忧，资金投向资源行业的资本成本越来越高，无论是页岩油新贵的美国，还是老牌产量大国的沙特和俄罗斯，都面临产量增长的较大限制。在这种情况下，高盛预测油价将在第3季突破100美元，摩根斯坦利也预测油价将突破100美元，而且商品市场表现将在今年继续跑赢股票。个股方面，社交媒体平台 Snap 股价周五暴涨 58.82%， 收报于 38.91 美元每股。根据该公司周四盘后发布的业绩，该公司录得史上首次季度净利润。具体来说，其在第4财季每股收益22美分，市场预期为10美分，实现营收13亿美元，市场预期12亿美元，全球日活跃用户量 3.19 亿，市场预期 3.16 亿。与此同时 ，Snap 公布第1财季业绩指引区间为 10.3 亿至 10.8 亿美元，超市场预期 10.1 亿美元，预计在第1季度日活跃用户量位于 3.28 亿至 3.30 亿之间，亦超市场预期。周五，美国 AT&T 周二将其年度股息削减了近一半，至每股 1.1 亿美元，因为公司宣布将在一项430亿美元的交易中分拆华纳媒体，并将其媒体资产与 Discovery 合并。AT&T 预计，华纳媒体的分拆将在今年第2季度完成。根据2021年5月宣布的合并交易， AT&T 股东将拥有新的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71% 的股份，所持每一股 AT&T 股份将换取 0.24 股新公司股票。本周合并交易的许多财务细节首次为人所知。这一合并将使 AT&T 拥有的 CNN、HBO 和华纳兄弟工作室与 Discovery 结合在一起。Discovery 拥有动物星球、旅游生活频道及探索频道。AT&T 首席执行官 Stanky 指出，虽然股东们有顾虑，但他预计合并最终会给那些拥有新成立的公司股票的人带来价值。此外，大幅削减股息所释放出的现金可以用来提升公司的业绩，并将节约下来的现金的一部分重新投入到公司业务的基础设施中，以产生比支付的股息更高的回报。周五，美国室内健身器材制造商 Peloton 股价盘后暴涨超 30%， 有媒体报道称亚马逊是该公司的潜在买家之一，已就潜在交易与之接洽，但目前没有迫在眉睫的收购交易，而且也可能根本没有交易。Peloton 股价近几个月暴跌，激进投资者 Black Capital 已公开敦促该公司解雇 CEO 并寻求出售。Peloton 当前市值约80亿美元，已从约1年前的近500亿美元的高位暴跌近70%。在继上周特斯拉、微软和苹果3位万亿俱乐部成员发布财报，全员有惊无险，基本平稳上岸之后，本周 Google、Meta、亚马逊3位成员悉数登场，而显然，这一周的战况要比上周来的刺激很多。其中最劲爆的一份财报来自 Meta， 美股周3盘后 ，Meta 发布了自去年10月从 Facebook 更名、全面转型元宇宙后的第一份财报，而这份远低于市场预期的财报，直接向 Meta 股价投来了一颗核弹。财报发布后 ，Meta 股价直线跳水，超 20%跌落万亿俱乐部，而周四跌势来得更加猛烈。Meta 盘中一度暴跌超过 26%， 创下了公司成立18年来的当日最大跌幅纪录。
一夜之间 ，Meta 近3000亿美元市值灰飞烟灭，3000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大概相当于如今的1/3个特斯拉，1/4个亚马逊。而几家欢乐几家愁，今天，在 Meta 所造成的极其低迷的市场情绪下，电商巨头亚马逊上演了绝地大反转。在盘中大跌接近8%的情况下，以远超预期的财报表现力挽狂澜，股价一度狂飙18%，拯救一众科技股于水火之中。此外，虽然和 Meta 都是靠广告吃饭，但谷歌财报也意外好看，盘后市值直线拉升，市值直逼2万亿。科技巨头们的这种上天入地的操作，直接看呆了一众吃瓜群众。从什么时候开始，巨头们的涨跌也变得这么刺激了？周五，本季度的巨头财报基本落幕。不得不说，在市场情绪动荡不安的当下，这一次的财报季来得有点猛。久负盛名的放硅谷5大科技巨头，在这个季度就折了 Meta、Netflix 2家。而从此次财报中反映出的问题来看，持续多年的科技巨头各自各据的格局，或许将真的会迎来一些变革。禁摩令的出台，或许让不少人从未有过摩托车的体验。但如今在海外，摩托车已经开始以崭新的面貌讲述新的故事。全球电动化大趋势下，电动摩托车将驶向下一片新蓝海，赛道有望掀起淘金热。近日，美国重型机车巨头哈雷戴维森宣布，旗下电动摩托车子公司 Livewire 将通过 SPAC 借壳上市，以 LVW 为代码登陆纽交所。公告显示 ，Livewire 计划与 AEA-Bridges Impact Corp 进行这笔交易。这笔交易将给 Livewire 带来5.45亿美元净融资。根据双方协议，合并完成后，公司估值将达17.7亿美元。哈雷将持有公司74%的股权 ，ABIC 的原股东将持有17%，ABIC 的创始人和 Kimco 将各自持有4%。说到电动摩托车，可能很多人脑海里的画面是小牛、爱玛、雅迪，但实际上 Livewire 的电动摩托车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毕竟它是源自驰骋100年的哈雷门下，是一款纯电动重型机车。在全球碳中和的大背景下，电动交通工具正在蚕食燃油汽车的市场份额，摩托车行业也在发生变革。预计未来5年内，电动摩托车将取代60%的传统摩托车。嗅觉灵敏的企业开始积极涌入赛道，抢占先机。像本田、宝马、川崎等传统摩企均有涉足。以本田为例，作为全球摩托车巨头，计划将在2024年前向市场投放3款电动摩托车和1款高性能电动摩托车。截至目前，海外以特斯拉为代表，中国以裕小李为代表的新能源车企已经取得不错的成绩，在电动化和智能化方面的技术可以说是积累颇丰。业内也盼望电动摩托车赛道能够跑出一些头部品牌，而脱胎于哈雷的 Livewire 更是被寄予厚望。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与新能源车企相似，电池芯片成本较高，也将不例外地成为困扰电动摩托车企的一大难题。近年来，全球芯片短缺无疑是雪上加霜。前不久，印度电动摩托车独角兽奥拉电器就因芯片吃紧而无法按时交付。可以见得，电动摩托车实现规模量产的道路也略显崎岖。哈雷的100年传奇深远地影响了好几代人，但光有情怀无法续写新的篇章，唯有与时俱进才能构建企业牢固的护城河。而 Livewire 作为哈雷转型的核心关键点，在竞争加剧的赛道内亦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能否突出重围再现辉煌还需时间的考验。下面我们来聊一聊股神巴菲特最近一波羡煞众人的操作。2020年8月，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宣布向日本5家最大贸易公司注资共60亿美元，震动了日本市场。当时这些公司还在解决因疫情原因减少的燃料及原材料需求导致的利润下降问题。2021年8月，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伯克希尔所持有的这5家公司股份的总价值增加了约20亿美元，回报率超过30%，而这一回报率还未计入股息收入。2022年，由于供应限制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加上需求反弹，导致能源、金属和农作物等大宗商品价格飙升。
而巴菲特所持股的这些日本公司一直是大宗商品红火涨势中的最大赢家。这也意味着巴菲特通过持有这些公司间接做多大宗商品。摩根士丹利认为，商品今年将继续跑赢股票，通胀保护、能源转型、地缘风险、重新开放和投资不足这5大因素将继续支持大宗商品价格。不仅仅是大摩唱多大宗商品，全球头号对冲基金桥水高管 Karen Carneal-Tamber 同样表示，随着经济的扩张和价格的上涨，大宗商品是最未被充分利用的对冲通货膨胀的工具。巴菲特投资的这5家公司分别是伊藤忠商事、丸红公司、三菱商事、三井物产和住友商事。在日本，这些公司通常被称为综合商社，但它们更类似投资银行或者私募股权投资公司，都拥有令人眼花缭乱的业务和投资组合。近期从原油到铁矿石的价格反弹，直接提高了其收入前景。比如丸红公司 Marubeni Corp 本周四股价就飙升至历史最高点。此前，该公司提高了全年预测，并宣布了回购计划。其他例如三菱、伊藤忠和三井物产也提高了他们的预测。尽管丸红的首席执行官 Masumi Kikunoki 谦虚地表示涨幅离谱，我们正在冷静地评估，前景可能是不确定的。其他公司也不希望过于依赖商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公司是日本海外能源和金属资产的最大投资者，受益于当前的行情，以及其也从区域价格套利中获利。2022年，91岁的巴菲特是世界10大富豪中唯一一个净资产在年初至今有所增长的人。价值投资巴菲特投资理念的基石，也是他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重点。自今年年初以来，其累计涨幅 4.45% 的表现，超过了同期科技公司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当前，在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大背景下，美股价值股将在2022年跑赢成长股。素来有牛熊的风向标之称的巴菲特和伯克希尔或将在当前行情中收益，其长期投资的理念再次得到回报。伯克希尔哈撒韦市值已经超过 Meta， 而且也有望冲击下一个1万亿美元级的公司。最后，我们来聊一聊投资世界中的不确定性。世界是由不确定性组成的，真正伤害我们的不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而是那些我们自以为知道的事情。投资就是通过一个完整的体系来对抗这种不确定性，可以是对于大周期的把握，可以是对于安全边际的研究，可以是对于高质量公司的挖掘，也可以是对于人性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但我们要知道，未来是无法预测的。世界的本质就是混沌的。什么是风险？一个非常好的解读是，风险是指总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如果一个风险在当前市场上大多数投资者都认为会发生，那么这就不是风险。如果大多数投资者都认为某件事未来不会发生，那么这件事就是风险之所在。但是真相是我们永远不知道某一件事情会不会发生。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又必须努力去认知未来，去了解其可能性，但是永远不要假设我们已经完全搞清楚了。好的投资方法是什么？稳健，没有特别糟糕的记录，这样好过时好时坏，持续这样10年、20年、30年、40年，我们把这样的投资业绩称为成功。把投资当作生命的人们应该明白，这个市场是不足够能让大家平均的生存下来，但是把投资当生命的人们，我们必须每天都生存。所以我们的投资组合要能够支持我们度过最困难的时光，我们投资组合要设计的有足够的专业，充分的风险考量，足够的保守，这样我们就能够度过那些艰难的日子。感谢您的观看，喜欢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